16岁花季少女被分尸，被扒下脸皮掏空内脏，尸身剁成肉泥，再逐一冲进马桶。解剖完毕后，凶手打给朋友，原来一个这么瘦的人也有这么多脂肪。头盖骨砸不碎，就将头颅丢入大海，大块骨肉则是拿到市场售卖。整个犯案过程残忍又血腥，可凶手却十分平静，一边吃着罐头，一边欣赏作品。此案一出，轰动了整个香港。大家惊恐却又好奇，究竟是谁如此变态？经过警方调查，此人名叫丁子聪，28岁，是名屠宰场的货车司机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案发过后，丁子聪没有畏罪潜逃，而是主动上门自首，十分配合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。当警察问到他的作案动机时，他却支支吾吾，眼神躲闪。仅凭这个举动，就让热衷于犯罪心理学的警察阿成越发好奇。于是率先把丁子聪的朋友抓过来问话。从聊天中得知，丁子聪年幼目睹母亲车祸身亡，父亲瘫痪又无亲无故，后来喜欢上一个女孩，但对方嫌得穷矬胖，两人就很快分了手。阿成咨询过精神医生，怀疑丁子聪因早年丧母，间接导致他缺乏对女性的信任，后来加上失恋，让他产生了对女性的仇恨。但现在找不到尸体，无法断定丁子聪就是凶手。根据自首陈词，他和死者王佳梅初次见面，两人没有产生金钱纠葛，不是仇杀，不是特殊癖好，更不是情杀。虽然两人在打扑克前服过毒品，但解剖过程长达10小时左右，且作案思路清晰明确，基本可以排除是冲动犯罪。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，阿成来到死者王佳梅的东莞老家。起初，母亲不接受女儿身亡，站在楼道骂骂咧咧，整层楼都能听见她的声音。直至阿成拿出死亡证明，母亲才眼泛泪花。从没见过下手这么狠的母亲。女儿只想要一对耳环做生日礼物，母亲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。16岁的王佳梅初3辍了学，当时香港寸土寸金，对于移民过来的她，贫穷和孤独才是生活的滋味。生日前，妈妈朋友送了对4000多的耳环，如今后悔想用廉价耳环换回去。佳梅不愿将喜欢的耳环摘下，闹了情绪，却换来一耳光。市井出身的她年纪虽小，但也懂得钱包鼓才有底气说话的道理，于是决定通过赚钱来改变生活现状。佳梅一直有个明星梦，她苦练粤语，减肥塑形，想当模特，谁知反被骗去当星探。微薄的薪水不够吃饭，他就再到麦当当兼职打工，但始终觉得这样来钱慢又少。看到与自己同龄的小姐妹穿的花衣服，佳梅无比羡慕。从她们口中，她得知了另一种职业，那种做一次赚的钱就能抵上自己打工好几天的自由职业。一回生，两回熟，三回可以非常懂。第一单生意完成后，她直奔首饰店，将当初被妈妈收走的同款耳环买了回来。望着镜中的自己，佳梅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。虽然钱能满足一切物质欲望，但心灵归属总是难能可贵的。在一次交易中，她喜欢上了一个男人。平常的客人木讷无趣，单刀直入便完事儿。只有这个4眼仔是个游戏宅，会拉着他一起打机聊天，再一步步攻略他的身体。佳梅沦陷了，从不收4眼仔1分钱。她天真的以为两人是情真意切，不存在钱货两讫。可等来的是对方恩断义绝。这天4眼仔约他出去，他认真化妆，换上新裙装。可等到了才知道，来的不只是4眼仔一人，还有他的女朋友。4眼仔揪着他的衣领，义正言辞对女友说：“你看清楚，看清楚，我用得着追他吗？”在这瞬间，佳梅付出的真心破碎，自尊也被狠狠践踏，金钱带来自信彻底崩塌。在这场相识里，人家走了肾，他却丢了心。如今他被现实压得抬不起头，渐渐的，佳梅心中负面情绪不断积攒，产生了厌世想法。正当他郁郁寡欢无处发泄时，他在网上认识了另一名男子丁子聪。这个男人正在解剖尸体，一边吃着罐头，一边打电话给朋友说，原来一个这么瘦的人也有这么多脂肪。那是他第一次杀人，也在这次犯案过程中知道了原来15分钟就能让一个人身上的血流干。命案发生后，他去自首。法庭上，丁子聪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事无巨细描述了整个犯案过程。他神色平静，但说出的每句话都令人发指，过于详细，以至于让人如临现场。最终他被判了无期徒刑。
案件结束，但警察阿成一直对丁子聪的作案动机感到疑惑。破案只是治标，只有探究凶手背后的杀人动机才是治本之方剂。他拿到王佳梅生前的笔记本电脑，找到2个人的聊天记录，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。最终他知道了为什么丁子聪要对初次见面的王佳梅痛下杀手。凶手和受害者都是被社会抛弃的底层人，丁子聪是王佳梅的客人，2人从第一次聊天就互相倾诉了对生活的不满，彼此经常深夜长谈。这天丁子聪提出线下见面，他们在欢爱过程中，王佳梅说我想死。一般正常人都劝或者问为什么，但丁子聪不是，他说我帮你啊，因为他明白受苦的滋味，于是决定成全王佳梅。随着女人断绝呼吸，曾经的虚荣与梦想也随之破灭。其实杀了佳梅，丁子聪并不后悔，但他来自首的原因是因为他多杀了一个。是的，王佳梅怀孕了。解剖时，他拿出那个巴掌大小却已经有了心跳的孩子，令他产生罪恶感的不是王佳梅，而是那个未出生的无辜婴孩。